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今天我们有 Rich 在旁边上一次他去办结婚的婚礼了结婚还没办星期三准备婚礼，星期三要结婚了。那我们在他结婚之前不给他搞 bachelor party 了，来搞今天的直播了。所以大家叫多点人一起来，好不好？为 Rich 庆祝一下他的这个结婚了Rich 今天上半场你讲多点好吧 ？OK，go ahead。这一次的题材我们是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对吧？一个周末我们是看了很多的市场上面现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我相信这个是大家肯定十分关心的，对吧？看了4个多小时，看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而且他有说了一些话语到底他背后有什么启发给我们呢？或者是他最近有没有一些最新的预示呢？那不如我们现在马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事不宜迟。特别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因为我看到外面的大家可以说，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外面自己去看都可以了。大多数的人，我到现在外面的人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东西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呢，今天我们其中一个是讲这个所以你会听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你外面是完全没有听到过的。当然这是我们想讲的，不知道你对这个感不感兴趣，也可以投票，我们是很民主的，是不是除了巴菲特的这个股东大会我们的解读之外还有呢就是有人最近跟我说，哎呀怎么能赚多点钱其实大家赚钱的方法都是赚错了我觉得有7个我能看到的赚钱的合情合法合理的方法，但是呢大多数人都是在用4个很难的方法也有不少的人用了一定输钱的方法其中2个很容易的方法，结果呢很少人用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也跟也可以讲一下这个我个人的，特别是我个人在这7个方法当中有成功过，有失败过，都试过7、8把对赚钱和输钱的经验还是蛮多的。所以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如果你要说B 有兴趣的，特别如果是B1要讲多点的，或者B2要讲多点的，B3要讲多点的那都可以那还有呢，就是最近的美股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兴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找 Rich 最近我觉得 Rich 有一只美股好像有点东西想给大家说，是吧？有一些有热度的，大家我看过去的直播或者是市场上我看到有很多人也是有讨论的然后今天有话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上一次我们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一个人在这里都有1300个人来参与，所以呢上一次我讲了2只股票2只股票都是结果1个星期内的走的股价都是跟我看的实在是差不多的那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又是有1000个人的话，我们可以讲1只股票，你们要 Rich 讲也可以，叫我讲也可以总之大家想问什么股票你们可以留言当然要1000个人就是够人数的话才值得我们讲，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叫多点朋友来，或者是把今天的这个直播一定是价值满满的直播，可以分享出去到不同的群组啦，到你的 Facebook 啦等等，好吧？我们等待1000个人以上。Okay. 那我们说漏了，如果大家对于巴菲特股东大会的我们的解读的话这个 topic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 A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话题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呢我们再去做更多的解析和分享OK 那我目前看到呢很多的同学都是对你自己个人的一些亲身故事和你的成功的锦囊有兴趣，所以都选了 B。 突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来直播也看到市场的情绪，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人对美股感兴趣了OK 那不如我 pass 了吧，不要了马上有个人 C 了OK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开始之前呢也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以防万一，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同学们新来的观众们那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最近呢我们也是有看到很多假冒我们的平台那其实我是要
叫大家认知我们啊，我们只有在 YouTube、Facebook 和 IG 有开了我们的频道啊，那分别你看到在 Facebook 和 IG 是有一个蓝色的勾勾的啊，那个才是我们真人的平台。然后呢 YouTube 你看到有16万的订阅者，那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频道啊。那如果你看到其他的啊，比如说在 TikTok 上面看到了788啊，那这个肯定是 spam 了，对不对啊？我们没有在 TikTok 上面有平台，小红书和哔哩哔哩有啊，但是上一次的直播讲到中国大陆啦、香港啦，上不了哔哩哔哩的，所以还是放在 YouTube 啊 ，OK 啊，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来马上看一下好多人用 A 啊，那我们先讲 A 了哈 ，OK， 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的一些股东大会，然后呢，我们讲一下我们的解读是什么。那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有一个Q&A 的时候，有一个香港的投资者问巴菲特这个问题，他问了关于巴菲特你怎么看未来的中概股呢？那巴菲特他说过他现在其实主要是集中在美国那他也说到了他就暗中的侧面意思就是说到他可能不看中概股了这是市场上的人对他的这句话的理解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其实对全世界各地的经济并没有这个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788也是跟巴菲特呢有一些相似就是第一，我们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们是要投资一些我们认知的东西那巴菲特首先第一，他是对美国非常的有认知那有其他的其他国家的股票他也是需要做很详细的研究之后他才去很谨慎的投资那些股票比如说日本的股市或者是在之前他说到了查理芒格的对于中国那边的认知比他还要多所以他也去投资了比亚迪这些公司其实788也是一样的那788其实在中国和美国那边都有住过一段时间。那就算788之前在美国待了超过10年他也做了麦肯锡的 consultant 也是对于那边的企业非常了解那就算如此其实788投资美股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投资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有优势的对，不光是有熟悉，还要有优势的，对，没错所以我也知道有很多同学问我们印度的股票印度的股市最近涨了很多印度的股票你怎么看呢那其实我们不排除包括最近很多日本对日本的也是啊那其实我们不排除日本或者是印度有一些好的公司但是我们呢并没有对这些国家或者是那个国家里面的股市和企业有太多的了解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选择投资在我们熟悉的中国和香港的股市然后还有美股或者是美国的中概股对，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全世界找机会的，所以我们叫 GMT 是 Global Market 所以我们第3个导师，我们 GMT 有3个导师，第3个导师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从事会计和财务的专业人士，做了40几岁，做了20几年的财务和会计的一个专业人士，加入我们之后呢，他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一直工作在新加坡的，也是帮我们看这个东南亚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研究员是台湾人research analyst， 我经常有问他们的台湾有没有好的股票新加坡有没有好的股票所以我们目前在日本和那个印度啦是比较少一点对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日本的研究助理或者是印度的这个研究助理来我们 GMT那我们就到时候看一下印度和日本的股票咯所以我觉得巴菲特这个重点还是在知道清晰自己的认知圈，在自己的认知圈里面看我们有什么优势所以上一次我谈到
来到了中概股，香港的股票 A 股、香港股票和美股的话，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相对的优势，也是希望能够提供我的见解给大家啊。当然我们团队里面 Rich 现在是专注，一定要专注所以 Rich 现在专注是美股如果是问他港股的话他就会 pass 给我，如果是美股的话，特别是新兴科技那些股票的话，还有技术分析的话Rich 是钻下去那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有了分工的那个之后，才能为大家做到最好，好吧？有人认同OK， 谢谢大家。这一句呢是巴菲特在上面回答的问题然后呢他为什么不买中概股和港股呢？其实我们也是有我们的理解的不知道大家想听吗？那想听的话就打个 A 吧好多人想听已经你说吧。那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假设你是巴菲特好不好那如果我们在股东大会上面有人问了这个问题然后巴菲特说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中概股十分的便宜很有这个研究价值那如果他这样说了怎么办？星期一恒生指数肯定涨了，对不对可能再过1个月2个月，恒生指数可能到4万点咯就像这个大师所说的4万点那他不是买贵货了，对不对？对那如果我是巴菲特，我肯定想买便宜的股票，对不对就像他之前在日本的股市还没涨之前，他已经偷步的买入了日本的股票。他之前也说是赶快买，因为他的消息一公布之后，日本的股市马上就涨了，对吧？对，没错。那如果我是巴菲特就算我觉得现在的中概股非常的便宜，我会跟你说吗？我会跟你说，我觉得阿里巴巴不错明天阿里巴巴又回到200块了，是不是？那肯定不可能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所以这个是投资跟打仗一样，兵不厌诈，对不对？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告诉你这个便宜的不会去那里的，真正买的地方不会告诉你的这个是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特别是巴菲特现在他是喜欢买便宜货的有巴菲特这个名声效应之后那他就买不到便宜货了，是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那么简单的 sometimes simple too naive 的去想法听得明白清 OIC 来我们一起打一下 OIC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股东大会其他的重点那其实这一次的股东大会呢，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也是我看到很多的人非常关注的，就是巴菲特现在卖了很多 Apple 的股票那当然也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然后巴菲特说可能预计这个美国可能会未来会加税然后呢我现在呢先卖一点出来我这些钱呢其实是要拿来交税的那我也是他预计以后会加税所以赶快卖点对那大家觉得他说的这一句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其实 sometimes simple too naive 有时候可能他只是说了一些字面上的意思，其实背后呢是有其他的意思在里面的对，首先第一点，我们深入的去分析和推测一下，现在呢其实是美国的大选年，对吧？那无论是哪一边，无论是拜登也好或者是特朗普也好他们如果要加税的话这个民调会怎么样？这个民调肯定会掉对不对那现在他们想做的就是减税，通过减税来获得民调，然后美国的这个政策财政怎么办那这个交给下一任的总统对吧？我反正只是任期4年，对吧？那我肯定不会管这些苏州屎肯定是交给下一任对不对？所以就现在美国真的会加税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算如此那其实我觉得我看到的一些因素就是为什么巴菲特现在会卖
苹果的股票。你这个留到最后再讲，真正的卖苹果的原因啊， OK， 我们留到最后再讲，好不好？因为我补充一点，下一任总统2个可能，对不对？要不就特朗普，要不就拜登。如果是特朗普的话，特朗普一上来是减税的那一个，是不是啊？上一次他一来，他是减税的，把美国的这个企业税是减下来的，大幅度的减下来的。特朗普是一个生意人嘛，也是自己有钱人嘛，他一上来他自己也交很少的税啊，希望是逃税的嘛，对不对？所以特朗普一上来的话，特朗普现在赢的机会蛮大的，怎么会加税？如果要这个等这个税务少一点的话，肯定是等到特朗普上来之后减了税之后才去卖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OK， 太简单了啊。那如果是拜登的话，拜登要加的话，这4年有没有加？一早已经加了，是不是啊？如果现在不加的话，他如果连任的话，他还有没有机会做多一次？没有机会做多一次了，对不对？他把这个像刚才 Rich 所说的苏州史留给下一任总统 ，whoever that is， 拜登也不 care， 对不对？所以美国会不会加？除非他是美元倒闭啦，什么什么这个，那如果真的这个发生的话，那当然要早点卖股票了，是不是啊？所以巴菲特真正卖苹果的，不是他所说的啦，又是那一句话，兵不厌诈，讲的跟实际的理由完全是不一样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记得这一点了啊。我们投资要学的是《孙子兵法》，思考的是要整个作战的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的智慧，对不对？要好好的发挥所以巴菲特这个老姜姜是越老越辣，我们不要太年轻的too naive, sometimes simple， 好吧 ？OK OK， 听得明白清 ？OIC。那最后就这个为什么他会卖苹果的这个伏笔呢？我就留到最后才跟大家分享吧看大家反应如何如果大家没兴趣那我就不讲了OK，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看到有很多同学也有一些问题下一张看一下这里一张还是核心理念 OK 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呢这一次的巴菲特的股东大会也是有很多的学习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巴菲特他很坚持他一直以来的投资的核心的理念那这个一点呢其实788也是跟他非常相似的，就是我们要用一个投资生意人的眼光去入股一门生意，而不是只是买了一个股票的号码然后呢巴菲特他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投资者他也不会去预测股价或者是股市短期之内1天2天的波幅，而他是去注重的是这个生意的生意模式，然后呢去入股，作为一个生意人的一部分去入股这个公司那788有补充吗？有所以我们有很多的 GMT 的同学也在这里，大家也可以做个见证，对不对？到了 GMT 里面我一开始都是叫大家要分清楚，你到底在投资还是在投机没有说投机不好那我个人是非常的信奉投资的，也就是说我的眼光是非常长期的，我的思维是做一个公司的合伙人，找一些优秀的公司明天涨不涨股价当然我会 care 少一点，我会专注这家公司的营运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它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呢长远来说我的这个股价我的这个股票的回报要远远大幅度的跑赢这个恒生指数或者 benchmark S&P 500，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巴菲特跑赢股票市场的原因但是很多人还是喜欢短炒一下啦，投机一下啦，这个股价到底这个阻力位在哪里啦或者是支持位在哪里啦，什么时候突破快点赶进去买啦那这一方面呢无可否认也有它的一个好处它的代价就是经常要看股票
就是比较也反应也要快一点经常要留意那当然资金大的话就不用了，对吧？资金少的话想赚多一点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在 GNT 里面我们也分工了，Rich 就是看股价的那一个技术分析啦包括有一些投机的一些那当然背后用的技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人家问七爸爸为什么你说不要止损不要止盈只赚止盈啦或者是短炒啦，对吧？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我们也有教Rich 也有帮大家看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进一步跟我们学习的话，要分清楚这一点那这样的话你看到了 GNT 里面有时候 Rich 讲的话跟我有冲突其实没有冲突的，只是一个是比较现在他是专注投机一点，辛苦你一下，对吧？他也想投资的懒散一点但是老人家懒散一点，我是投资，他是投机，他是比较短线的，我是比较长线的所以也是那一点，巴菲特这个理念，我们的那个投资的方法是研究了8位股神，包括巴菲特，包括 Charles Munger， 还有 Howard Marks， 还有这个 Ray Dalio， 还有 Peter Lynch， 还有 Templeton 索罗西，还有一个最后的忘记了有机会进来的话，我们我们整个致富股票其实就是把这8位股神的方法，还有一些我的经验的总结讲了出来所以除了投资之外还有投机，大家是收获满满的 OK 好那我们讲完这个之后就回到刚才很多同学问就到底能不能买一些指数呢或者是我看到这里很多的同学都是可能个别问了一些个别的指数或者是 ETF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总结呢就是我们是不买 ETF 的那为什么我们不买呢那其实ETF 呢就是他买了一篮子的股票，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买 ETF 的话，其实就是买了一大堆的股票，但是呢有些我很不喜欢的但是呢中间可能是一些鱼龙混杂的有一些是好的裸底仓但是呢有一些呢是坏的公司那我们或者有些是被炒高的公司，对，或者是有一些是过分的被吹捧的一些公司，对，特别是每一次加入 ETF 事先都会被炒高，然后它如果是被踢出 ETF 的话，没有被踢出之前这个股价会被踩下去，所以等于是你买 ETF 的时候不光是买了不好的，还有就是帮大家来追高杀跌了输了一些冤枉钱了，所以我不干这个事情的那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寻找最优质的股票那这些最优质的股票呢，有一些可能已经在这些所谓的 ETF 里面，那有一些呢可能不在这个 ETF 里面有一些可能是被市场遗忘的那七啪有一些股票是非常被市场遗忘的股票是远远低过这个最好是我们找到它的时候还没有加入 ETF， 对，然后我们找到了之后买了之后加入了 ETF， 结果炒上去就是你要找个女朋友不要她选美冠军之前那选美冠军之前先给她找好了，然后选到冠军了，你就可以做那个邻座了没错，邻座是香港其中一个追了一个10A 女朋友的那一个什么贱男了OK 跟我还继续吧那所以呢我们其实追求的是长期安心，然后呢获得一个什么超级的盈利那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七啪自己的图在今年的2月份到现在它是远远的跑赢了恒生指数，然后呢也是远远的跑赢了标普500就是靠了这个方法，就是靠了这个10倍股的投资秘籍那其实我这里补充一下要讲2点第一个呢，我们是之前也给大家看过，我们在2月初的时候开始看到资金进来香港的港股，因为当时港股是非常的便宜，所以港股啦中概股啦是非常的便宜那其实我这个比例比较好的一个跑赢大势比例最主要是想给大家看到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都要考第一，是不是而不是说跟班里面的平均的成绩一样
就可以了，做一个 C 的同学就可以。我们要考第一要考优秀的学生，对吧？那我们投资股票也是一样最好是要找最好的股票，那要看自己的眼光，当然要做功课。要靠经验功课，对吧？研究，然后呢买了之后最好是这只股票真的是可以跑赢大市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追求最好的那如果只是买 ETF 的话，那肯定就是大市的回报可能会比大市少一点点，因为 ETF 还有一些费用在里面所以没有可能跑赢大市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做人还是要就是不要只是个 average 平均，我们要超越平均。第二个呢，我经常说特别在 GNT 里面也经常说，股价的波动是每天都会波动的赢的时候赚钱的时候不要飘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好像很自满，对吧？输掉的时候也不要好像很沮丧。最重要是要问自己有没有做对事情。做对了就算是好像是现在落后了不要紧因为你知道自己做对的话，心里面有底，有这个底气经常说的如果一个股票跌下来的话，正好还是我们认识这只股票的话加仓的时候其实这个优秀的回报也有一个可能GNT 知道是哪一只股票，我的爱股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呢跌了蛮多的跌了蛮多的时候，好多人都怀疑人生的时候我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实地的考察大量研究之后呢，我是非常相信这只股票，所以当时我是真的是把家里能放进去的钱都放进去了那现在已经有一部分抽出来了因为之前是放了太多进入了其实有2只股票的，2只股票我都很喜欢的。那这2只股票最近也是反弹了蛮多的之前也跌过蛮多的所以呢不要因为我想带出就是不要因为你赚钱了就开始飘了亏钱的时候就开始沮丧了。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很清晰自己是做对的话，股价跌下来你应该高兴，给自己一些信心去可以买多一点涨上去的时候也不要飘去冒更多的险谨慎所以呢其实很多一些散户经常犯的错误我们有一个叫10倍股的课程怎么样能够做到长期安心的获得超级的盈利赢这个赢是赢和输的赢，把散户输掉的冤枉钱赚到自己的口袋来那我有一整套的方法给大家，有22天的课程，第一天的课程65分钟的课程是免费公开给大家的就算你后面21天不看，这一天看完之后也一定是收获满满，因为我会讲10个散户输掉冤枉钱的关键。那第一个不要再输冤枉钱，所以我是把这个10个关键免费的公益课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就不要再输冤枉钱了。之后怎么把人家输掉的冤枉钱，包括你有眼光看远一点，看到市场未来可以看到的，你是找过市场看到的整套方法在之后的21天，包括 Rich 最近的那些优秀的股票做案例，我也有2只股票，他也有3只股票做案例我们21天的课程在后面有给大家所以这个有缘分的话起码都免费的看一看课程了，对吧？免费的都不要就可惜了那当然你认可的话，之后的21天我们有信心是价值满满的。好多人都告诉我们赚了100，有个人说找到了100倍的股票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连我都没有找到OK 谢谢大家，继续下去了OK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同学问这个商汤最近涨了1倍包括刚才又有人问留言区问商汤怎么看呢或者是这个 DQ 你又怎么看呢或者是美国现在981个那超过1000个可以问一个股票okay 我不知道你会问哪一个是商汤还是那一个还差几个人，快点交点朋友过来OK 那我们看了很多人又对这个中概股有兴趣或者是个别的企业有感兴趣那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其实这一句话我相信各位有看直播的经常会看到这一句但是我说句实话是谁我说句实话，在我10年前刚刚上这个
第一届的致富股票啊，到现在加入了 GMT 啊，差不多5年了吧 ，GMT 成立了到现在啊，5年 ，GMT 是5年，就这个时间10年我可以说这句话呢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最有价值的点啊，不是什么股票那些当然有价值不是什么股票怎么看这个股票这个大势现在能不能买吗？这些是其次非常重要，但是是其次。而这一句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智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是我当时候我2016年当时候应该13岁你看我现在当时候还穿着那个校服去一个商场试车嘛然后当时候其实爸爸跟我说的就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就是你觉得保时捷危险吗？我现在也问大家，保时捷危险吗？不危险，对不对？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开保时捷危险吗？那当然危险我当时候还没成年这个车的驾照还没有，对吧？我开这个保时捷当然会撞死人对不对？那所以套用到股票也是一样的你觉得股票危险吗？其实外面很多的人包括我在外面的餐厅听过有些人说，哎呀，股票就跟赌博一样这个股票会害你输身家的呀，很危险，不要碰这个是真的故事但是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会投资股票的人去投资股票危险呢，还是一个不懂投资股票的人去投资股票危险呢？对，巴菲特买股票不危险。对巴菲特他会研究这个生意他投资当然不危险那相反的，如果你不懂怎么投资股票的话那其实你就是在赌博所以这句话呢就算我当时候13岁我对那些什么公司的什么企业价值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这些技术分析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但这一句话不单单只是一个人生智慧也是我去做股票投资的Chapter Zero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大道至简现在呢我也是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接收得到这个大智慧吧。所以刚才有问的那些网友所有的股票我的建议就是你暂时不要买，先学习，因为你就是不懂开车那一个人。就是这样 Rich 问我，这是油门吗？前面那个绿灯到底是停还是走那个红灯要不要走我说你先下来，不要开车子，是不是所以你刚才问DQ 能买吗？爸爸能买吗？什么张汤能买吗？人家可以买我不知道谁可以买但是你不要买虽然你买的话可以抬高一点股价，对我是可能会好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先学习，就这样对，所以我们要先学习才投资。然后第二个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只有付出的时候，付出之后才会有这个回报那如果你是不学习的不付出的话，你过来听我们的直播，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七爸爸，这个股票你怎么看你不是在付出的，你不是在学习的情况之下你怎么能够要求能够得到一个丰厚的回报呢？我看还有11个人就够1000个我们讲股票了那我们等待那个我讲一个额外的故事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共鸣，想不想要？想要的话在留言区写一下我额外的我想到的一个会叫你这个茅塞顿开的一个故事给大家，要不要所以呢也是找多点最后2个人了我们也可以讲股票了那我一会儿会我相信一定过1000个人了，叫多点朋友来但是呢讲那个股票之前，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就是有没有要想要第一个，你自己不学习不做研究去问人家，对吧？那你问的那个人有没有做研究，有没有做工作，是不是我们研究一个公司，先要研究行业，再要研究那个公司。Rich， 你研究一家公司从0开始，你要做多少天的工作，或者多少小时的工作？
现在是快了一点比较熟悉了但如果要说从完全一个新的从零开始的话可能3天到1个礼拜吧。3天到1个礼拜的工作，3天到1个礼拜的工作，我也差不多我如果是一个新的行业、新的公司的话，起码要3天到1个星期的工作。OK， 那还是就是之前要学会投资，之前要整个思维训练，就像你们去学一个工程师、学一个医生、学一个律师一样，事先要做好所有的工作，然后就像一个律师要给你做3天的研究，或者一个医生要做3天的工作，对不对？一个人做了3天的工作之后我们就不要说医生律师了，好不好？大家都有工作，是不是如果你做了3天的工作，我来跟你说，你把你做3天工作的那个成果或者赚的钱给我好不好？我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问题？我这个 question 是不是有 problem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你们来问，金爸爸 DQ 怎么看？上当还能买吗？这个腾讯怎么看？对不对？Sorry 不是说大家有问题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有做研究工作的话，我做了3天了你拿去吧，是不是这个问题有问题，对不对？进来 GMT 的你们是我珍贵的学生同学也是客户，对不对？你们交了这个 GMT 了，我们做了研究案例，我们给你的 presentation， 这是我们的专业的付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了我们也做到极致，做到准确，做到极致，做到好，是不是 ？Make sense 同意吗 ？OK。相反来说，谁会给你谁会给你答案就是那个人没有做过功课的，胡扯的。这个Apple 呢，现在在我不知道多少钱，现在 Apple 多少钱我都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的假设150块Apple 现在有150块，它的阻力位在155块，如果升破155块，就有机会到160块。但是如果升不破150块的话，就有可能下跌。如果跌破了这个145块的话，有可能继续下跌，那你就要止损了如果你是升破155块，还有机会上的话，那你160块要止盈了好，下位观众的问题了，是不是在 bullshit， 对不对？所以你去问人家这个问题已经有问题了，人家回答你这个人的问题，是不是那个人有问题？好了，大家来写一下，最有问题的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去问另外一个有问题才回答你的问题的人，你听了大师的话，买股票输钱了，还怨大师了，沈大师不好了，登了，是你有问题还是沈大师有问题，还是两个都有问题？听得明白清OIC，沈大师是香港那个著名的财经演员，股市名单，他说什么人家都笑他错，他不可能全部错的啦，他要全部错，他是很值钱的啦，知不知道？1000人了，1000人了你讲一个，一会儿我会做大事听得明白吗？所以沈大师如果他永远是错的话，那沈大师很值钱，对不对？不可能全部错的但是人家记得沈大师都是全部错的，是不是很冤枉他没有那么这个能力了他要全部错的很值钱，他就是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有时候对，有时候错，你都不知道怎么样，你只记得他错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下次问大师问题，那个已经有问题了，大师回答你问题也有问题了，一个有问题的人去问一个有问题回答有脑袋有问题的人，两个都有问题的，那这个股票号码你去买下去不输钱，是不是有问题？听得明白请 OIC 今天晚上智慧大赠送是不是OK 非常简单易懂，大道至简的道理我觉得是。我希望你们琢磨一下这个有问题的问题 OK 那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投资的话，首先第一点要先学习那如果你想好好学习的话那这里呢，我们是有一系列的课程就是 GMT 里面呢，教会了大家怎么样去钓鱼，怎么样去投资股票，而不是我们盲目的给一个号码给你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在10年前还是一个中学生然后呢，
10年之后啊，就会自己去寻找一些优质的10倍股。他今年买的股票没有一只是听我的，都是自己做研究的，是吧？还赚了好多钱啊，跑赢大市了，对不对？啊，那所以啊，如果大家想学怎么钓鱼，怎么样去投资的话啊，那真的非常的建议啊，进入这个 GNT 啊。然后最后啊，今天这个消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是十分震惊啊，但我后来听了之后又觉得啊，就有点理解了，就是我们现在是final call GNT 呢将会在不久的进了 GNT 之后，你们的问题我们会回答，因为你们是付费的客户，对不对？但是好多的问题进来的都是新的同学的问题，老的同学不想听了，所以我们也要对尊贵的老的同学负责任，就是没有新的同学的新的问题了，我们可以 go on 这更好的照顾现有的老的同学。对，所以我们为了提升我们的服务然后呢也照顾那些同学们。我们现在呢虽然我觉得这个决定非常的 crazy， 对吧？有钱在你面前，你难道不赚吗？你不缺钱吗？我真的不缺钱。所以这个真的最后的 final call 我们 GNT 呢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停止收一些新的 members 这个大家最后机会咯。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在留言区里面有那个链接大家可以去了解更多。好，刚才好像有好多的人说想听 B， 对吧？我的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特别是不同的形式赚了钱首先我们不要光听故事，大家切身的想一想，今天你做的工作是不是又难又没赚到钱的所以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对自己现在的收入赚的钱满不满意觉得自己很富有了，还是钱可以更多一点觉得自己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还是觉得自己哎呀没做什么工作赚了好多钱都不好意思了，有点惭愧都可以如果你是做什么公务员这些可能会你收钱赚钱赚得好好，对吧？那当然我没做过公务员，所以我就公务员的这个打政府工啦那些我就不排除不放在这里，我只讲自己的那个经验，好不好 ？OK 那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卖时间的今天你是不是在卖时间卖时间的工作是又做了辛苦损失了或者牺牲了家庭，牺牲了自我的时间。还赚不到钱，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对吧？比如说开 Uber 开的士或者是做农民这个好多人都是这个好像现在越来越多人开网约车开 Uber其实是赚不到钱的送外卖美团送外卖赚不到钱的，为什么呢？你的时间有限，对不对？现在工作是越来越少抢工作人是越来越多，所以就越来越卷，永远有一个人愿意更便宜的更勤力的干更多的工作拿更少的钱所以每年都说要最低工资但最低工资你赚了还是在卖时间你卖时间了之后就自己可以养生的时间少了这个去追求自我的兴趣的时间少了，给家人的时间少了，对不对？同不同意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卖时间了所以大家同意的话可以在这里包括如果大家是正在开 Uber 的，应该不会看直播了，如果你在开 Uber 的话，对不对或者是卖时间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 Oh my God 包括做按摩啦做什么美容啦都是在卖时间的第二个呢好一点好像好一点做会计的做专业的律师啦医生啦这些虽然赚到点钱，但是呢非常的辛苦而且是出卖自己的青春，出卖自己的健康，做了压力很大。有没有工作是压力？我以前做麦肯锡做管理顾问压力大的不得了，钱是赚到一点，但是到最后想想不合算赚了的钱都是老年了之后给医生的还给孝顺医生的，所以不要那么笨了，对吧？还有一点很这个
现在这个残酷的现实呢，就是人工智能之后，很多靠专业知识的以后只会工作有一部分会被机械取代 ，OK， 或者会被这个会用人工智能的人取代。所以会用人工智能的人，可能用了人工智能之后，他可以一台电脑取代4到5个这个专业人士那剩下来的话，你这些专业人士可以干什么呢？对吧？所以我们要转型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过渡期赚点钱可以，但是要给自己想办法，现在早点知道，早点离开，好吧 ？OK， 第3个呢，我叫自雇人士现在自雇人士很多网红啦、自媒体啦、艺术家啦，对吧？当然，如果这个是你的兴趣爱好，你可以做赚钱是另外一件事情，起码是兴趣和爱好。那你说，哎呀，网红很红哪一个明星很红拍戏很红是不是有一个周润发，有多少个 Kelly 费跑龙套对不对？有一个刘德华，有多少个没有红的人如果大家看周星驰的《喜剧之王》2个版本，人家说有一个黑暗面，2个版本最后一个送外卖死掉了，另外一个是送外卖的也是送外卖撞车被车撞死了，撞疯掉了，后来那些都是幻想的，现实没有那么好的黑暗版的所以有一个刘德华出来后面有多少个跑龙套，有一个成龙出来，背后有多少个被打死都不知道，对吧？所以这也是出卖自己的就是又没有底薪，比前面还要差第4个呢是做小公司的老板所以放一个这个食神周星驰的食神里面那个什么姐洗头婆洗头婆开店的开食店的做餐饮业最辛苦。除了餐饮业之外什么按摩店啦，餐饮业都是很辛苦的，零售都是很辛苦的，小店都是很辛苦的。你要做餐饮业的话，一定要做到连锁店海底捞可以，对吧？美心餐厅可以但是9毛9这些大集团可以，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店的话，也是迟早会被这个连锁店取代。至于呢，现在起码香港也是赚不到钱，中国大陆卷得不得了，所以这个价格很好，服务很好，但是赚钱也是很辛苦的所以这个是又好难赚钱，又可能是赚不到钱的所以希望讲这个就希望大家要改一种方法去赚钱，是不是我上次讲到香港现在赚钱很难其实全世界赚钱都很难，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真的太厉害了，愿意 work harder for less 愿意更辛苦的更多的付出，然后只拿更少的报酬所以我们全世界其实都在卷好，第5个呢是一定输钱的，就是赌博当然我是绝对希望通过788的教学是帮人家戒除赌博的还有，如果你进来买股票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去做分析，要计算背后的成功的概率，还有管理风险你要进来788这里什么其他不保证，你要真正好好的学的话，肯定保证你以后不再用一个赌博的心态去投资其实真的有人说788赚了这么多股票的钱，为什么还要开班来收学生就是我希望这个叫法师不是财师法师捐钱是一种方法做善事教人家一个方法，戒除掉一个赌博的心态去炒股票这是刚才 Rich 说的，他在10年前我在教他股票的时候，有个餐厅的侍应听到说，哇，这么小的孩子你教他赌博我后来就跟 Rich 说，正就是希望你以后投资股票不要赌博，我现在才在教你所以也是788为什么叫788，就是希望用爸爸教儿子的这个新出发点来教大家一定要不要靠运气了，很多人买股票的时候一定涨，涨，有没有看大时代那个郑少秋丁力涨，对不对？这个你叫他1000万次涨，他不会涨的啦，不要靠运气是靠概率
你不会的话进来就学，靠概率，靠分析，靠赢可以赢多少，输要输多少，我怎么做好风险管理啊？所以不要再我希望能赚多少钱了，我希望商汤涨1倍了，你的希望是没用的，要实实在在，它涨不涨只是你的概率的一部分，就像你去赌场，他没有说希望你输钱的，因为他知道算了计算了之后他是一定赚钱的，对不对？你买保险的话，保险不会说希望你不去赔，他是知道就算赔你钱之后他是一定赚的啊，所以呢这个背后有整套系统的，好吧？所以赌博千万不要做啊。我人生一张彩票都不买啊！以前曾经买过一次，后来没有赚钱，输了钱感觉自己很幸运输了钱之后再也不赌钱从来不要奢望有横财啦，有赌运啦，因为你有这个小小的希望的话，你就会输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好吧？所以呢，以前这个周润发拍了好多的赌神，好多人害死好多人了，以为真的好像赌博好像赌神周润发这么赢对不对赢仔个赢好像有型所以周润发良心发现了还是怎么样？最近拍了一套戏叫不要叫我赌神，里面他就扮演了一个角色，通过一辈子的赌博把钱输掉了，把老婆输掉了，后来有个儿子还是什么都是不认他，到最后他开始改了有一个不同的人生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去赌博，就这样，好吧 ？OK， 好。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成功的话是能赚很多钱，但是这个成功的几率是很少的，而且成功的这个条件要很高的大多数的人这个创业的话会很辛苦，结果还输了好多的钱青春又没有了，又输了好多的钱，又被人家骂骗子 ，OK 成为王败为寇你创业失败了，欠了好多一屁股的债，又被人家说是疯子骗子所以呢这是我亲身的这个经验我给大家讲讲我的创业的历史创业我头5次创业全部失败，有一次创业是拿了 VC 的钱，输了500万美元，输了500万美元还好是 VC 的钱，后来自己创业输了3年的青春一直在失败再失败后来赚钱了后来是通过生意赚了好多钱因为我发现这个第一个创业这个性格一定要是永不放弃，有创业者的性格，不服输就是要肯吃苦，要这个战斗力很强，对吧？所以呢马云说过永不放弃，雷军我一看知道他就是一个创业家，非常厉害的创业家但创业好辛苦，现在我都不创业了还有一点，我在以前教致富学院，我教创业，我有创业致富300万这套课程教了好几年然后我发现一点成功的学生还是很少真的到最后是个性格问题。如果你是个创业者的性格的话 ，Go ahead， 就算不成功你也要创业，对吧？就算你是九死一生你也创业，这是一个创业者的性格。如果你是打工的性格啦，没有创业的那种死牛脾气啦，创业的话会输得好惨，死得好惨，对吧？还有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马云今天去创业能不能成功？我觉得可能是小小的成功，不会像马云那么成功，对吧？雷军很厉害，他也说要做风口里的猪。什么叫风口里的猪？对吧？就是天时，时间来了。第二个是地理。如果马云是在孟加拉的，如果马云在尼泊尔的，如果马云在非洲的，如果马云在加拿大的、美国的，可能不一样，对吧？可能他是 Elon Musk， 我不知道但 Elon Musk 也要从南非跑到了加州才做到 Elon Musk， 所以这个地利很重要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香港没有地利环境了80年代的香港只要你做生意都应该能赚到点钱。现在的香港你做生意 good luck 我都不做了 OK 赚香港人的钱好难赚大陆的人的钱更难大家有没有看新闻？上一次我直播说了之后，现在新闻说大陆游客来香港连那个餐也要带一个杯面来就是连吃饭
都不去香港的茶餐厅吃了，只是拿一盒杯面在那里泡水来吃啊，去这个麦力后径走路啊，结果还下雨啊，还要香港的警察去救他，香港是亏钱的，这个大陆游客来香港是亏钱的，晚上他们就回去了。五一劳动节嘛，五一劳动节访问的时候问你消费了多少？不到100块，平均不到100块啊！香港现在是完蛋了。OK 啊，第三个人和，对吧？要自己厉害，还要有团队，还要有投资者，还有导师。最好是有 mentor 有导师啊，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很难碰在一起来。香港现在绝对不是一个创业的时候了啊！当然，如果你硬着要创业，我就是个创业者啊，我就鼓励你 good luck，OK， 公正啊，然后在背后默默的祈祷 ，Oh my God，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OK 啊，所以创业啊，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包括你是不是一个创业的人士啊，所以当然10几岁20岁你不怕死的话去创5年也可以10年也可以，有了老婆还要供楼啊供车啊，那就考虑一下了 OK 就这样，其实爸爸现在都不教人家创业，就是这样 OK 好。最好的，我觉得是投资啊，但是投资的前提是你不要投机 ，OK 啊？如果你是投机或者是赌博的话，就到了上面那里了啊，就刚才说的一定输钱那里啊。投机可能像 Rich 那么辛苦的话啊，一天看200张图的话，也可能是赚到钱的啊。但是呢，投资的话，如果我们看啊，像李嘉诚今天有没有继续在赚钱？继续在赚钱，巴菲特有没有继续在赚钱？继续在赚钱，对不对？李嘉诚坐轮椅了，巴菲特坐轮椅了，他今天一天赚的钱，可能是我10年赚的钱，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赚的钱，同不同意？这就是投资的好处，对吧？我们创业的。我亲爸爸到55岁啊，54岁都累了，我都不想创业了，对不对？做生意我都有退休的一天了，希望啊赶快 Rich 要替代我了，对吧？我可能还有5年到10年啊，就是这样，对吧？啊，但是投资的话，真的有可能我到90岁还没有拜拜的话，我可能还在赚钱，所以大家一定真的写下来啊，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一定要学会投资啊！我再给大家一个投资的秘密 ，OK？ 投资呢，最重要的是能看到整个大势的周期的循环。大势的周期的循环，你看对的话，就算后面你买股票买了 OK 啦，麻麻得啦，一般般啦，或者是技术分析做的不太好啦，买贵了，卖便宜了，买了差了一点点啦，只要你的周期做对的话，你还是已经可以赚大钱了啊！我给大家一个亲身的例子 ，OK？ 2003年香港的楼市跌了7年，楼价跌了70%，香港人那时候一谈到楼价，一谈到楼脸色就变了。哇，负资产啦，谁被绑住了啊！我一听到楼的话，很怕。那时候我想买楼，因为 Rich 出生了，他是03年出生的，我是去看楼的。我周围的人告诉我，七爸爸，那时候不叫七爸爸，Alan 不要买楼了，香港没希望了，香港完蛋了，对不对？但是我当时怎么分析，左分析右分析。觉得买楼是的时候结果其实买楼的资金当时还没有，当时我在创业嘛，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创业的头5次还在失败的，所以当时我在创业，钱也没有什么，我只有一点点的钱。以前做麦肯锡的时候，美国那套房子卖掉，我的太太到香港带了一点钱回来，我买了股票之后，有一天股票跌得要命低得要命，我都出来之后，我都这个笑不出来，愁眉苦脸。我爸爸问我什么事情，我说哎呀，香港股票也完蛋了然后我爸爸就告诉我，这不就你告诉我的叫绝对悲观的时候吗？这不就是应该买股票的时候吗？说是啊，所以当时我就把剩下的所有的钱压注在地产股里面因为我要买楼嘛，对吧？要对冲嘛所以当时我做了分析，如果楼涨的话，地产股会好。那我就能买到楼。如果楼跌的话地产股会不好，但是我会买到便宜的楼，对吧？所以我对冲，我放在股票里面，结果股票走在楼的前面3到6个月，股票市场我翻了个倍，赚到了几十万，结果就用那几十万再加上原本的那个几十万，有100万的100万在香港很少的100万港币，买了一套楼。
那套楼后来13年之后是2800万卖走，我还掉中间的那个mortgage按揭的话，我放在口袋里2400万，还有再到第3年的时候，那套楼已经给我套现了900多万还掉了500多万的按揭之后，结果我500多万继续买楼和买股票，再到19年的时候做到了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剩下1个多亿所以呢就看准了整个大势，对不对当然中间还懂得怎么去杠杆但是你要看错的话，杠杆是很危险的，看对的话就是很好的，对吧？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当时香港的楼价没有跌7年，那我是97年买楼的，死了哪怕我怎么会买楼都死了，对不对？今天买楼也死了，今天买楼19年之后我都叫大家不要买楼了所以这个天时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天时？我们控制不了的它要涨的时候它就会涨，它要跌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的，对不对？像那个大时代涨那个拍戏对不对？听得明白听得明白就 OIC 所以呢天时就是东风来了，股票要涨了，赶快把握机会我以前教过帆船培训的，赶快升帆有风使盡嚟有风要使劲对不对？风没有了你就停下来等待机会，找机会或者休息一下第二个地理现在我们要看到哪里最便宜，对吧？我们跑去美股的话，巴菲特持有现金，因为他觉得找不到便宜货他找到了日本我找到了香港中概股Rich 当然找到一些美股，对吧？人和就是一定要自己学习把整个学好了之后有这个思维，机会来的时候你把握到了，这就是运气；机会来了，结果你没有把握到，这就是 bad luck 就是不好的运气所以运气是你能不能把握到天时地利带来的机会，好吧？所以说到了这里呢我觉得下一个机会来了为什么呢Rich 看一看，给大家看一看这幅图，为什么上一次 Rich 不在，但是我告诉大家留到现在最好的东西现在给你了，为什么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Rich 来，我们看一下恒生指数我看到刚才很多同学也有问恒生指数或者是一些中港的股票到底现在怎么样呢那其实呢我们在1-2个星期之前的 GMT 已经跟同学说过，其实现在的恒生指数呢非常强势，并且呢是升破了一个3年的下降轨道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的图那其实就是一个周线图就是最近的这3年里面港股都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嘛，而现在呢它是刚刚升破了这条蓝色的趋势线那现在也是非常强劲的那我们跳回一个比较短一点的时间维度，我们看一下左边这张图呢，就是日线图那最近呢恒生指数从16000多涨到了现在18400多点，我刚才看的时候那已经涨了这么多了，还能再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涨的话，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阻力在哪里在18800多也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就跟1-2个星期之前那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而当它涨了这么多之后其实短期之内有一个回调也是非常的合理的那其实如果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它并没有跌太多，或者是跌了这个成交量不太大的情况之下，回调到一些支持位的时候或者是回到了200天线的时候呢或许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没有一些优质的股票有一些跑赢大势的并且呢是它本身企业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企业有没有一些机会让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买入其实我觉得这张图很重要，因为呢我们看到有日线图和周线图，日线图是看短线的，周线图是看长远一点的，对吧？最好的买港股的时候
有事后诸葛亮的话，当然是1月底啦，2月初啦，当时候七爸爸在告诉大家聪明钱在买啦，机构投资者在买啦，1月底2月初买的话，那你就很开心了，对不对？但是过去了没办法啊，起码现在有2个优势，对吧？你能摸到底当然很好，摸不到底不要紧，因为现在港股是跌了4到5年，如果你现在入场的话，你要比99%的人还要幸运，因为99%的买港股的人现在还是被绑住的，虽然涨回去一点，还是被绑住，他们可能过去的成本价要比现在还要高。所以你要现在进场的话，还是比以前要好的当然你可能以前也是被绑住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第一个就是现在虽然好像涨了好多，还是算便宜的你要有这个long term horizon 的 picture这长远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呢，以前虽然是便宜，但是以前这个趋势是往下的，现在呢这个趋势是往上的了，是刚突破了一个下降的轨道了所以以前你可能是做一个逆向价值投资法投资者我们这个 GMT 里面有细分怎么去用不同的工具来看的。现在呢，现在是一个趋势投资者的天地了，两帮人都能赚钱。逆向投资者有可能买得太早，你要去捞底嘛，有可能买得太早，对吧？那你就被绑住了。趋势投资者有可能错过了底，一旦有了上升的趋势，确定了你是错过了底，买贵了一点。但是可能你会就是不需要很有耐心的，更快的看到了这个上涨的趋势。大前提是不要高追，如果你高追的话，像美股现在也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大前提是不要高追的话，那港股现在跌了这么多了，到了这一个转势之后有可能这是一个长期的牛市的刚刚开始，而一个牛市基本上可能会有6到7年，当然我们没有未来水晶球，6到7年是个很长的时间但是过往的统计的话，一个牛市可能会是6到7年当然只有以后看回来才能确认是不是6到7年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缘分你能够听到这个消息的话不要相信我讲的，你自己去朝着我这个方向去想一想合不合理因为我感觉到现在的港股就像03年的香港的楼一样我很幸运03年把握到了，我相信我也会这次把握到港股我就邀请大家03年没有缘分认识我，后来年年买成了10年赚1亿，跟你好像没有缘分分享，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搭上这一个其实中国还是高速在增长的一个经济体那过去3年经历了新冠疫情啦风控啦跟美国的吵架啦等等这个所有的坏消息浮现出来了，对吧？那我觉得事实上没有那么糟糕就这样，没有那么糟糕当然风险管理要做好 OK 好，所以呢现在人数蛮多OK 你要说说你的那个好最后讲一下为什么巴菲特卖苹果呢那其实我在 GMT 里面他刚出了财报之后，我也是有更详细的去讲到了苹果这家公司的这个财报怎么样而当时候呢，其实还没有发生这个股东大会然后呢我们也并不知道巴菲特他会去选择卖出这么多的股票苹果的股票或者已经买了这么多对，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卖但我自己也是有个人的看法嘛，我也是觉得它也是一个它性质可能已经改变了那现在呢，我在直播里面跟大家简单直接说重点大家可以我们来换位思考，同样的，我们来代入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像刚才说到的用一个生意人的眼光去看一个公司或者是就假设你是巴菲特好了那你在7年前你看了这个公司，为什么因为它当时候是一个能够稳定赚钱的 cash cow 对吧？一个现金牛，
然后它也是能够稳定的获利的一个大科技股，对不对啊？那好了，我们现在跳到了2024年，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苹果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先不要看股价啊，股价不要看啊，我们看一下右边那一堆数字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sales， 它的 earnings 成长不在了，甚至倒退了。对，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6个季度哦，啊，它的 sales 啊，其实就已经就很平稳的，就像那个心电图啊死了一样，低啊，已经是没有了增长啊，甚至你看一下最近这6个季度，它还是有一些倒退的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earnings per share 啊，一直也是维持在可能1.5、1.3啊，然后啊第4个季度啊，因为季节性的原因，它是有一些增长的，会比平时多一点啊，可能这里有2.2啊，但是我们长远的来看这几个季度啊，它已经是没有了增长。对，然后我们现在啊，作为巴菲特，你看到你投资的这个公司啊，连续几个季度都没有赚钱了啊，并且你看一下它的股价哦，哎，也已经是涨了很多很多。你在几年前买的时候，它的股价还是很吸引的啊，而现在你也获取了可能有几倍的回报。其实巴菲特没有说谎，这家公司是好公司，对吧？赚这么多钱是好公司，但是我们知道股票分成长股和价值股，价值股就是没有成长了，但是要很便宜才能吸引到价值投资者买便宜货。成长股呢，看的是未来，讲故事啊，所以它的这个 valuation 估值可以很高。现在苹果变成了价值股，但是它的 valuation 估值还是成长股。举个例子了啊，你是买了 Toyota 的车子，但是付了 Lamborghini 的价格，对不对？或者现在有人出 Lamborghini 的价格来问你买 Toyota， 你卖不卖 Toyota？Toyota 很好的车子啊，对吧？非常好啊，但是有人出到了 Lamborghini 的价格，你肯定卖了，是不是啊？你卖的时候会不会说，哎呦，这个现在苹果的价格太贵了？肯定不会啦。他肯定说，哎呦，未来可能要加税了 ，which 我们刚才就有讲过，根本不会加税，或者加税机会不是一个理由啊。但是呢，巴菲特不可能说，哎呀，苹果现在太贵了，所以我卖了。那他剩下的大部分的还有很多的苹果股票，对吧？如果他在股东大会说，哎，我觉得苹果这个公司啊，它 valuation 超过了3倍啊，那个 growth 没有了啊，我现在觉得它没有那么吸引了。哎，你觉得星期一开市的时候，苹果会跌多少？The Apple earnings per share no growth, revenue no growth. I think overvalued by 2 times. 那他手上的苹果股票不是变成50块一股了嘛，对不对？听得明白请 OIC OK don't be naive, don't be simple OK 明白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想到这个OK 那技术分析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涨上来其实也是一个炒作现有的业绩报告出来都不好，只是他说未来有一些 exciting 的开发者大会来了，也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0.01然后就涨了OK， 所以呢，今天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团队看一下讲哪一只股票到底是我讲还是 Rich 讲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有时候听东西的话，不能光听表面的。人家就说，就算没有说谎，他是讲了一点，没有讲一点。我们要去解读没有讲的，要比去听他讲了什么是更重要。OK， 所以听得明白请 OIC。好，我们看一下，最终是讲哪一只股票有没有太阳能这是整个行业而且我好贪心而且我刚刚星期五在 GMT 讲过，你不如进来 GMT 了好不好？我更阿里巴巴好，我就讲阿里巴巴那第一个呢，阿里巴巴现在是很便宜，
价值股，很便宜 ，OK 啊，相对啊是很便宜。那为什么它的股价会从300多块跌到60多块啊？现在就算涨了，整个港股涨了，它也涨了一点点，只涨到79块，其实是跑输大势的，对不对？刚才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我不买 ETF， 不买恒生指数，就是我不想买了太多的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市值大，所以它的恒生指数的比重也是很大的啊。那阿里巴巴呢，为什么会跌呢？这就是10倍股的框架里面，我给大家的其中一个框架，就是之前呢，它是一个成长股。讲故事的，哇，蚂蚁金服啦，马云啦，对吧？这是2021年之前，2020年的年底11月之前，哇，蚂蚁金服要上市啦，马云好牛啦，什么什么什么，对吧？还有下面的还有这个健康，阿里健康、阿里云什么什么，讲故事的一个成长股 ，OK。但是第一个，这些故事没有得讲了，对吧？人家也不相信了啊，蚂蚁金服也已经是改了股权了，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做他的那个借贷了啊，所以这个故事没有了之后，成长的幻想就没有了啊，没有了成长的幻想，没有了故事之后，它的成长的股的 valuation 这个 premium 啊，这个溢价就开始消失了啊，当然这个消失需要一段时间来的啊，成长的股票的投资者在离场，在 exit 离场 ，OK。那价值投资者呢？之前啊又没有进来，因为又不便宜，对吧？那所以以前成长股的人在走，包括软银，软银它是一个 venture capital， 所以它也走了啊。后来的人呢又没进来，所以它的股价就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所以我当时2020年的11月开始就一直叫大家不要买阿里巴巴。我们在 YouTube 视频里面也是很含糊的说过 ，No thanks 啊，给了大家一些框架去，你会不会这样来买阿里巴巴啊 ？No thanks， 对不对？如果大家看回以前我所做的那个阿里巴巴的股票，当时是135块，哇，跌了这么多了，能捞底吗？135块，我说 No thanks，OK，如果你135块觉得好便宜捞底了，现在又跌了一半了所以阿里巴巴是在跌的原因是这样。OK， 那到了什么时候真的是叫吸引了价值投资者呢？好便宜了呢？到了大约70块左右了。70块左右呢，第一个，这就是马云当时的我们刚才所讲的，马云去注册了他的股票注册了变成流通股了，人家就猜测马云会卖股票了，所以他的股价从90多块跌到了70块。结果他在这个部分的时候，他跟那个蔡崇信静悄悄的买了好多的股票，对吧？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他要买股票的时候，他是做一点动作出来，让你们说他会抛售股票、减持股票，它的价格下来了，让他可以买了很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查理蒙格买了好多的阿里巴巴虽然他是买早了很多，应该是他也是130多块买的。我当时就在想，很多的美国人看中概股不懂这个巴菲特自己也承认，对吧？包括就算查理蒙格这么优秀的巴菲特很尊重的一个优秀，他说买比亚迪也是因为查理蒙格说要买这么优秀的他也是看阿里巴巴是看早了看错了，后来他也是承认了但是他买的时候是130多块，到了60多块的时候真的是便宜。第三个 Michael Burry 也买了， Michael Burry 是大空头，他是有独立思考的，也在买阿里巴巴，所以到60多块呢，作为一个价值投资的话，阿里巴巴的股票是便宜了但是便宜不等于它会涨就这样因为它不再是成长股了，涨的时候肯定是成长股涨得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呢，阿里巴巴的股票每次出来只有淘宝天猫是赚钱的，其他还在亏本 ，OK， 所以它如果真的分拆的话是件好事情，但是它现在又分拆不了所以它那一个分拆的好处也暂时做不到我个人我太太很喜欢淘宝，我个人觉得淘宝是有它的优势的。我个人更喜欢淘宝多过拼多多就这样这个用户不是说股票但是呢我觉得淘宝的那个它的那个用户的那一个价值呢
还是在那里的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一个便宜只是说能说是便宜的价值股，那我在69块的时候也买了一点，我要承认我也买了一点 ，OK， 就是因为它到60几块的时候很便宜，我的这个成本价是蛮便宜的但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呢？应该不是我的头10个看好的股票，就这样，好吧？所以呢，希望就是说要怎么再跌的话如果它跌破70块的话是很便宜，只能说很便宜但是呢，涨的时候又会落后因为它还是缺乏了那个成长的一个讲故事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有更好的我投10个股票不是它 ，OK 我自己没有看法反而我自己是用淘宝的，但我自己买股票呢是买了拼多多的。对，拼多多讲到拼多多我唯一有一个担忧它的财务数字太漂亮了，它的财务数字，我唯一有个担忧如果是mark my word， 现在是2024年的5月几号？5月5号。5月5号。如果有一天它的财务数字发现是被作假的话，记得2024年5月5号，其实爸爸有说过，当然我不是说他会计的那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too good to be true， 这个财务数字 too good to be true。今天是2024年5月5号但是也有可能真的是很好的公司，它太好了，就是这个公司好像太好了，但是呢，我也觉得它有些做法比较这个比较 cheap 啦，做的方法都比较 cheap 啦，这格调比较低了，比较 low， 比较 cheap，OK， 所以但也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司，对吧？所以就这样OK， 那对 DQ 的话，我刚星期五的 GMT 做过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因为不是1、2句话能讲完的也是刚才有说的，如果你不懂的话就不要买，真的是不要买，就这样不是 DQ 的问题，就是不懂开车子就不要开了如果你想学的话，我们 DQ GMT 里面不是一次的。不是一点点的分析，我要教你怎么去看整个行业的发展包括太阳能整个行业的发展，好吧 ？OK， 好，那今天感谢大家的时间了加入 GMT去年7日加入 GMT， 感谢今年哇获利72% 恭喜恭喜，比我还厉害恭喜所以大家同学的成绩都是满满的 ，OK。Meta、Google、Tesla 我们 GMT 有讲，都有讲，这3家有讲。对，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就是阿里巴巴了好，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讲多一个每次够1000人的话，我们就讲一个股票下次再见，拜拜。